你是不是早就对那些换汤不换药的播放器感到厌倦呢 ？UI 换个皮，功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选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今天的主角就是 Cinema。严格来说，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播放器，而是一整套媒体伺服器加播放器系统，有点像 Plex 或者 Ambi， 但上手更轻松。你可以把它部署在 NAS 上，当做私有云影院。也可以单独当播放器用，本地模式开箱即用，部署起来也超简单。拿群晖来说，打开 Content Manager， 搜索 Cinema 镜像，一键拉取 File Station 新建2个文件夹，一个放数据，一个放媒体，再把镜像运行起来，端口和路径对应好，不到5分钟就能跑起来。另外，小鹏建议直接使用 Host 网络模式，性能更好，还方便远程访问。不过缺点就是端口要小心，不要冲突了。第一次进入要先注册一个管理员账号 ，UI 简洁清爽，看着不累。支持本地文件，NAS 共享，还有网盘支持，阿里115、123云盘，还有 SMB、WebDAV、FTP 等协议。而 Ambi 的支持，据开发者透露，将在下个版本更新中新增加到服务器。媒体库会自动的分类刮消元数据。我们可以在任务栏中看到当前的文件元数据匹配的进度，媒体库会快速的对电影和电视分类。未能自动匹配的，可以手动选择重新匹配，输入名称，搜索元数据。对于自动处理识别错误的，也能手动修改。比如这个非污环游记就明显不对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家庭用户的话呢 ，Cinema 的用户管理绝对非常的适合你。这个功能我特别的喜欢啊！大家都知道，国内没有分级制度，家里大人小孩看的内容都一样。但在 Cinema 里，你可以给每个家庭成员单独的建立账号，成人账号黑名单模式。比如这个文件，我添加到黑名单以后，在媒体库就隐藏起来了。儿童账号有别于成人，适合内容不多，所以这里 Cinema 贴心的设计了白名单，甚至还能设定账号使用的时长，让小孩看电视有度。这点对于家庭用户来说非常实用，这样家庭成员扫码登录各自的账号，各看各的，互不影响，非常的 nice。远程访问，作为私有云，后台还能开启 P2P 模式，让你在外也能直接访问家里的媒体库。只是目前还是 beta 阶段，稳定性还有待优化。客户端支持苹果全家桶和安卓 TV， 在 iPhone 上默认是本地模式，也能直接扫码连接私有云。资源都在服务器端提前的刮消好了，手机上打开就是完整的影片信息，海报、评分、演值表一应俱全。还支持下载海报离线缓存，出差路上搭乘飞机也能随时看。内置的片单功能使用的 IMDB 数据，片荒的时候可以去参考一下，还有各大获奖资讯，不用咱们到处去搜了。Apple TV 端最近也上线了 tvOS 版本，延续简约的设计风格，观感不错。不过因为是第一版，功能上比 iOS 端简单一些啊，比如暂时还不支持在线字幕的搜索，杜比世界会转成 HDR10。这里据开发者透露，后续的更新也即将支持与手机的联动，比如手机投屏控制等等的新功能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 ，Cinema 目前的完成度已经不错，简单的部署流程，多用户分级管理，完整的媒体库功能。跨平台支持，当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再优化，但作为一个想要 NAS 打造私有影院的用户来说 ，Cinema 绝对值得一试。最后，我跟开发者要了一个 Pro 版的7天体验码，大家可以去先试试看。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呢，还能用这个码享受终身版5折的优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分享，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